前两天，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在威社刚刚公布的2025年11月 Steam 硬件和软件调查榜中，5070超越了4070。看到这条新闻后，我抱着怀疑的态度自己去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好家伙，这5070已经干到 Steam 显卡排行榜的第11位了，而且在独显里已经进入了前10。刚确认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被小小的震惊了一下，因为在我的印象中，5070这卡自从上市以来，基本就是被喷的外焦里嫩、体无完肤，用它来玩 4K 更是违反了装机法。按照上市9个月来的口碑，怎么还有玩家愿意买它？这 Steam 排行榜它也配进前10，它哪里配进前10？在这里要先叠层甲，就是我这么说绝不是在阴阳怪气，而是确实觉得大家说法都有道理。事实上，无论是性价比过低，还是 4K 游戏中的拉垮，都是5070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说到玩游戏，对于一块次售价4000大几、Timespec 跑分2万以上的显卡，用它来跑 4K 应该是合理的期待。但是5070就是不会让你那么痛快的实现。你说它是 4K 游戏卡吧，它玩 4K 游戏有时候确实会卡，而造成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那192位 12G 的显存，这在30系时代还是60G 显卡的配置，结果从40系开始成了70G 显卡的标配了。联想到这些，就很难让人愿意在5070上谈论性价比，更不要说今年对家还有 9070XT 这个大杀器，在5070还在纠结能不能玩 4K 游戏的时候，价格上和它差不多的 9070XT 已经提着刀去砍5070 Ti 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5070反常识地获得良好的市场表现，以至于进入竞争激烈的 Steam 排行榜呢？我把头发薅掉了一半，才算是想到2个理由。第一个是来自竞争对手，那就是放眼全球， AMD 的市场表现不如国内。在国内受到热烈追捧的 AMD 显卡，可能在国外并不像。根据调查机构 JPR 的数据，2025年第3季度独立显卡市场份额显示， AMD 独立显卡在2025年第3季度增长 0.8%， 达到 7%。英特尔的份额也提升 0.4%， 达到 1%。英伟达市场份额下降 1.2%， 虽然英伟达市场份额从 94% 降到 92%， 仍保持着绝对主导的地位。而第二个理由就是产品本身，虽然不愿意承认，但5070确实是现阶段 4K 游戏入门卡一个还可以的选择。虽然在调教上需要花点心思，但用5070跑 4K 绝对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像我这次就用手上这块技嘉的疯魔5070，在 14900K 和 32G DDR5 内存的平台上跑了几个游戏。跑分游戏里面，虎目丽影暗影在 4K 最高画质下，大力水手质量档开启光追后的成绩是107帧。大表哥2最高画质，大力水手质量档成绩是97帧。费扎地平线5极高画质，大力水手质量档成绩是139帧。赛博朋克2077高画质，大力水手质量档开中度光追，关闭帧生成成绩是57帧，开启帧生成成绩是160帧。实际游戏里，吃鸡可以在3级制设定下训练场稳定在200帧以上。黑圣化悟空在超高画质下，大力水手质量档关闭光追和帧生成，战斗场景也能维持在60帧以上，并且保持不错的楼帧水平。寂静岭2重置版高画质，大力水手性能档关闭光追和帧生成，游戏可以运行在90帧以上。显行者2中画质，大力水手性能档关闭帧生成，游戏可以运行在70帧以上。毁灭战士黑暗时代噩梦画质，大力水手平衡档关闭光追，开200帧生成，游戏可以稳定在100帧以上。无主之地4中画质，大力水手平衡档关闭帧生成，游戏可以稳定在60帧以上。战地6中画质，大力水手性能档关闭帧生成，游戏可以在100帧以上进行。在用5070进行 4K 游戏时，可能要比其他的显卡更加的小心调教游戏的参数，才能够在画质和性能中保持平衡。像我调教生化危机4的参数一样，还要努力避免爆显存。当然，一旦调教得当，5070用来游戏带来的快乐不会更少。我想，这可能也是5070能够在硬件市场上表现不错的一个原因吧。那么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